一部豆瓣只有5.0分的电视剧，却一路冲向8亿播放量。张凌赫主演的《这一秒过火》正在制造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：明明口碑争议不断，豆瓣评分甚至只有5.0分，张凌赫本人在一份网络流传的演员评分表中更只有4.6分。可是另一边，这部剧的播放热度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截至目前，累计播放量已经逼近8亿。低评分，高播放，到底是谁在看？为什么观众一边吐槽，一边又忍不住追下去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秒过火背后的这个巨大反差。这部剧由张凌赫和王楚然主演，从开播开始，它就不是一部让所有观众都满意的作品。相反，它几乎从剧情到人物，再到部分情节设计都充满了争议。有人觉得剧情太夸张，有人认为人物关系过于复杂，甚至带有明显的狗血色彩。还有观众直接吐槽，有些情节根本经不起推敲。尤其是男女主之间那段充满禁忌感的关系，更是成为全剧最大的争议点之一。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越多人吐槽，讨论度反而越高。越多人说剧情离谱，越有人想知道下一秒到底会发生什么。这其实就是这部剧最特别的地方，它不一定是一部让所有人满意的作品，却是一部很容易让人产生情绪的作品。而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，情绪往往就是推动观众继续追剧的最大动力。剧中有一个情节，至今仍然被不少观众拿出来讨论，那就是男女主从飞机上跳下来之后，两个人竟然还共撑一把伞。如果单纯从现实逻辑来看，这一幕确实很难让人信服。但从电视剧的戏剧逻辑来看，它又非常符合这部作品一贯的风格，极端、浪漫、危险，甚至有一点疯狂。你可以说它不合理，但你很难说它没有记忆点。而比起男女主之间那些充满戏剧性的感情线，真正让不少观众眼前一亮的，反而是两个配角之间的一场对手戏。这场戏甚至被认为是整部剧最值得讨论的片段之一。故事的核心人物是慕容清逸。当他的养父李荣章得知自己的养子竟然被霍家割断手筋，并且囚禁了整整3年之后，他第一时间选择了上门讨说法。注意，这里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多愤怒，而是他为什么愤怒。李荣章这个人物本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，他果断，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。可是面对自己认定的人，他却拥有非常强烈的保护欲。哪怕慕容清逸已经遭受如此严重的伤害，他依然第一时间站出来。这就是这个人物最有意思的地方。他可能对整个世界都冷酷，但只要是自己的人，他就一定会呼到底。可是当李荣章来到慕容家，试图向程锦之讨一个解释的时候，事情却完全没有按照观众预想的方向发展。程锦之没有暴怒，没有哭泣，甚至没有表现出一个母亲面对儿子遭遇时应该有的心疼。他只是非常冷静地告诉李荣章，这一切是慕容清逸自己先惹出来的。既然是他先招惹了霍家，那么霍家的报复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。就是这样一句看起来非常冷静的话，让很多观众瞬间破防。因为真正让人难受的，从来不是一个反派有多坏，而是一个本应该最爱你的人，竟然可以如此平静地忽视你的痛苦。李荣章和程锦之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，一个看起来狠毒的人，却愿意保护自己的孩子；另一个看起来理智、优雅、冷静的人，却对亲生儿子的痛苦表现得异常冷漠。这其实也是这一秒过火比较值得肯定的地方。虽然很多剧情被吐槽狗血，虽然部分情节确实让人觉得离谱，但是他对人性的黑暗面却比普通偶像剧展现得更加直接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观众明明觉得剧情不合理，却依然愿意继续看，因为他们真正想看的已经不只是男女主到底能不能走到一起，而是想知道这些人究竟会为了自己的欲望走到什么程度。当然，除了剧情，演员的表现也成为了这部剧最大的讨论焦点之一。网络上流传着一份演员表现评分表，其中付辛博饰演的慕容清瑜以 8.0 分暂时排名第一，王楚然则以 6.9 分排在第二。
沙宝亮获得6.0分，而张凌赫只有4.6分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属于网络流传的评价，并不代表官方评分。但这份评分之所以引起讨论，是因为张凌赫本身就是这部剧最大的看点之一。不少观众认为他在剧中的部分表演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，比如皱眉，比如面部表情比较僵硬，再比如一些情绪爆发的戏份没有完全达到观众期待的强度。于是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：为什么一个男主角的演技被大量讨论，甚至评分不高，这部剧的播放量却依然不断上涨？答案可能就在张凌赫身上，因为争议本身也是热度。有人喜欢他，有人觉得他需要突破，有人认为他的角色非常适合这种压抑冷峻的状态，也有人觉得他的表演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复。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观点，大家都在讨论他，这意味着他依然拥有非常强的观众关注度。而王楚然的表现也同样引发了不少讨论，他饰演的角色在感情、欲望和现实之间不断挣扎。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完美女主，她有自己的选择，也有自己的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才会成为观众争论的重要对象。另一边，胡杏儿的表现也让部分观众感到失望。作为曾经的 TVB 视后，她这次的表现没有完全达到一些观众的预期，网络评分甚至只有 4.5 分。于是我们会发现，这部剧几乎从头到尾都在制造争议。剧情有争议，人物有争议，演员有争议，表演有争议，可是最终结果却非常现实，观众依然在看，播放量依然在涨，甚至已经逼近8亿。这就是这一秒过火最值得研究的地方。在今天的电视剧市场里，评分和播放量已经越来越难完全画上等号。一部作品可以口碑很好，但热度一般，也可以评分不高，却拥有极强的追剧能力。因为观众选择一部剧的原因，从来不只有它好不好看，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：它有没有让我产生情绪？有没有让我想继续知道下一集？有没有让我忍不住去评论区讨论？有没有让我看完以后还想去搜索角色和演员？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一秒过火显然做到了。它可能不是今年最完美的电视剧，甚至很难说它是一部没有缺点的作品，但它确实制造了大量话题，而话题就意味着流量，流量最终又转化成了播放量。所以豆瓣 5.0 分和接近8亿播放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矛盾，它更像是如今国产剧市场的一个缩影。观众可以吐槽剧情，可以批评演员，可以给作品低分，但只要故事能够持续制造冲突，人物能够持续引发争议，观众就可能依然选择留下。这也是这一秒过火真正赢的地方。他或许没有赢得所有人的口碑，但他赢得了足够多的注意力。而在娱乐市场里，有时候最可怕的并不是被骂，真正可怕的是没有人讨论。这一秒过火显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，相反，他正在用争议、情绪和人物冲突一步一步冲向8亿播放量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这一秒过火到底是真的剧情不行，还是属于越离谱越想看的类型？张凌赫这次的表现你会给几分？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每天带你吃瓜、分析国产剧和明星动态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继续聊娱乐圈那些你不知道的故事。